本期话题：消化入侵者的强大能力。在欧洲和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一直都流传着一种言论，就是针对中国的黄祸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人，迟早有一天呢，会威胁到白种人的财富跟地位。有人说这是白种人的种族歧视。大伙都知道白人对待黑人态度，曾经存在着就瞧不起黑人，把他们当作比自己低一等人来对待，这才叫歧视。可是对于黄种人，包括华人他们更多是排斥，而不是鄙视。很多人就想不通，说照理说现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论财力、论军事以及论整体文明水平，可能都比中国人比华人要强不少。那你整天还在那嚷嚷说这个华人威胁大，这没道理其实这个黄祸论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的。大伙翻翻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比方说一个民族被其他民族入侵了，几乎都是弱的被强的取缔，而这些入侵者呢，消灭并奴役土著，灌输自己文化。你像北美，这个美国成立的前后，那就是大量的屠杀了这印第安土著，同时呢把自己的文化呢凌驾在印第安文化之上。而印第安土著呢基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尤其是在文化的这种冲击面前呢，那等于印第安土著自己的文化基本上是保留不下来了。可是呢到中国这就例外了。在中国历史上呢有过多次被外族侵略的经历，可是最后无一例外呢，入侵者呢都被中国的文化给反向融合吞并了。无论是打不赢我们的，能打赢我们的，还是差点灭了我们的，最终呢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成了我们今天说的共同的老祖宗。你这一点呢，你包括这个《战狼》这电影上映的时候，很多人提那句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讲当初汉朝如何打匈奴，给这个中国人给汉族长脸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完全没有必要跟打鸡血似的为这些欢呼雀跃，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是北方人血统里边，汉族的基因和匈奴的基因是差不多的。事实上汉武帝打匈奴，那是我们两个老祖宗打起来的，因为后来匈奴的很多分支是被汉族同化了，像五胡乱华时期民族大融合都是这个道理。所以真正令我们自豪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强大的同化能力，而不是我们在哪场战争当中一定打赢了谁，或者说打输了你就垂头丧气，打赢了就欢呼雀跃，这是很狭隘的民族主义。你看咱们说我刚才说的几种情况，一种是打不过就加入中华民族的，一种是呢打得过也加入的，还有的是都差点把它给灭了，最后呢成了咱们老祖宗一身的。就这三种情况都看出中华民族消化侵略者的强大能力。而中国自古以来呢遭遇的入侵国当中最常见的一类呢，就是跟我们边境接壤的一些游牧民族，他长期呢骚扰边境，意图入侵中原，但是多数的时候呢他实力呢并不如这个汉族建立的王朝，所以最后呢选择了臣服归顺。比较典型的例子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很多人奇怪说春秋五霸这里头有楚庄王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也有楚国而楚文化也是咱们华夏文明里占有重要地位的，怎么到你成入侵者呢？其实你研究历史你就明白，春秋和战国其实是属于东周的两个不同时期，属于周朝范围。什么秦齐晋燕都是隶属于周朝的各个诸侯国。那楚国呢原来根本不在这个行列之内，它是由生活在荆楚一带的人呢形成了共同的语言、生活方式和文化，组建起来的一个独立的族群。一直以来楚对于这个东周是抱有觊觎之心的，他挺藐视东周。而这个东周呢也从来瞧不起楚国，把楚国当成蛮夷。最早咱们说南蛮子这个称呼就针对楚国人的。而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呢，楚国东边靠海，南边也靠海，就决定楚国所在的位置除了说向西向北扩张也没有别的去处，他要想强大就得往西往北打。而这个想要往外扩张就得要入侵周的领土，所以楚国对于当时的华夏文明来说呢，是个不折不扣的入侵者。
整天就想着怎么能够打败吞并周朝。早在西周周昭王时期呢，这个楚国就开始连年征战。到了周夷王时期呢，当时的楚王熊举直接对外称王，跟周分庭抗礼。咱们你看春秋五霸，说齐桓公、晋文公什么秦穆公什么宋襄公，这些人都叫公，后缀都是个公，就他比王低一等。只有到楚庄王叫楚庄王，他是王。所以那个时候楚国呢是自己称王，就我跟你周朝是分庭抗礼的，我不服你，平起平坐。可是后来楚国经过多少代国君的努力呢，依然没有能够吞并东周。而且自从齐桓公呢称霸之后呢，他听从管仲的意见，就是说呢，咱自己是诸侯国之一，再强大呢咱们得师出有名，咱们还得把名义上这个东周得捧上天。说白了，当时东周也管不了这些诸侯国，所以当时管仲提出来叫尊王攘夷，就是你要想对外扩张你就先尊重东周这个地位，然后打着周王的旗号去侵略其他国家去，就跟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很像。所以那个时候尊王攘夷，谁是夷呀？那就楚国，蛮夷嘛。所以只要打楚国，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做大。所以齐国这么干之后呢，到晋文公也用这个方式实现崛起。所以楚国经过齐和晋连续2次打击之后就基本没有能力再跟周跟东周抗衡了。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谁想称霸尊王攘夷，首先对楚国开刀，你说他哪受得了？所以其他各个国家也开始想要从楚国这分一杯羹了。楚国国王一看说这不行好虎架不住群狼，这么下自个儿要完蛋呢。纠结来纠结去，这楚王索性干脆吧，我也不要脸了，去找这个周天子，说今后我服你了，我楚国向你周天子称臣。这样一来呢，楚国也算是跟其他国家一同归属周朝统辖，成了诸侯国之一。所以原来的对外攘夷这理由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其他国家一时也就找不到借口向楚国发兵。所以你看楚国就这样，既然我打不过你，那我索性就加入到你们中来。所以要不是当时楚国选择融入华夏这个决定估计我们现在历史书可能就是春秋4霸，战国6雄了。所以自那以后呢，楚国的文化呢也成了我们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像我们过的端午节，祭祀屈原，这就是当时的楚国人。包括咱们今天看像道家文化也是从楚国那发展过来。而这一切呢，其实只是由于楚国发动一场失败的侵略所形成的。像楚这种打不过我们的入侵者就是说你自己不想被灭亡，那你就加入我们，就剩下了融入合并这么一条道路了。那打不过就加入呢，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思维。对于证明中国文化的这个强大呢，并没什么说服力。可是第二类军事实力比我们强的也选择融合进来，这个情况就值得大伙好好琢磨琢磨。这样的事儿呢，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被国人汉族人视为耻辱的五胡乱华。五胡乱华这个时候呢，这些个外族大多数都是游牧民族，靠天吃饭，叫择水草而居嘛，就哪儿的地方水草丰美就到那儿住。其实这种游牧民族生活漂泊不定，有时候很困难。一看呢，汉族人呢按时按点呢种地收粮食，这就能吃饱，他们觉得很羡慕，这生活多安定所以一直以来憋着劲儿呢，想要入侵中原，自己也过上这样生活。好不容易呢，他们逮着机会了。就西晋时期黄族争夺皇位，闹着八王之乱，汉族的国力比较衰弱。这个时候胡人成功打进来了，但打进是打进来了，这现实和理想有很大差距。等他们真进来之后，发现情况不是他们想那样。因为汉族人这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就跟游牧文明完全是不相干的两种生活方式。你就是把这地都夺过来，这些胡人也不会种地，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还不如游牧那时候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这就好比你让个学文科学生去做这个微积分什么的，他专业不对口，他水平再高，他在这儿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这怎么办呢？只能改成汉族的生活方式。这就说明当时汉族生活方式是非常先进的。你不想过这种日子吗？你只能按我们的规矩来。这里边最成功的下了苦功的就是鲜卑族的这个皇帝，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
这个北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呢，鲜卑族对于自己的民族自豪感非常强啊！我把你汉人打败了，我占你地方了，所以他对汉人很排斥。为了保持草原民族的原始风貌呢，禁止汉人文化。而曾经有个鲜卑贵族叫赫迪卡，他就因为这自己穿的服装风格接近汉服，就当时被皇上给斩首了。因为北魏的歧视政策呢，当时的汉人士族也对北魏朝廷采取不合作态度，所以北魏的统治一直不是很稳固，民族矛盾层出不穷，汉人那边总时不时给你捣乱。等到皇位呢传到这孝文帝拓跋宏手里的时候，拓跋宏很开通，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除非鲜卑族重新撤回到北方草原，否则的话再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一定会因为水土不服导致北魏越来越衰弱。要想在汉族的土地上长久生存发展，必须用汉人的生活方式。于是呢，他下定决心实行汉化改革。这个改革非常彻底，他先后执行5项改革政策。头一个就迁都，把都城呢从现在的山西大同呢迁到河南洛阳。因为洛阳那时候有很多汉族士族，这样的话推行改革呢容易得到支持，而且有一些老的鲜卑贵族啊赖在大同呢不愿意来，那你不来正好，政治中心这块呢你们的势力就渗透不过来了。所以这是当时孝文帝迁都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二呢，他下令从今之后不许再说鲜卑语了，全国统一用汉语，鲜卑人也得说汉语，这样就能跟汉人自由交流，这交流多了矛盾自然就少了。你想想，你说你的话，我说我的话，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矛盾肯定多。那说鲜卑人强行学汉语遭到抵制怎么办呢？拓跋宏很有政治智慧，他的要求呢以30岁为限，30岁以上的呀你就那么地了，这辈子就这样了。30岁以下的必须学汉语，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且规定你要想入朝为官必须会汉语。所以鲜卑族年轻的贵族啊，他学汉语很有积极性。而第3项改革呢，就穿汉服啊，原来穿汉服挨罚，现在你要不穿挨罚。第4项是改姓，原来草原民族啊，他这文化相对落后，他这姓啊难记又绕口。你看咱们说蒙古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他姓啥？叫博尔之金。哎，清朝那皇帝姓爱新觉罗，其他姓什么这个叶赫那拉呀，什么乌拉那拉呀，反正费劲。鲜卑姓呢也差不多。后来改成汉姓呢，就按照汉族的1个字或者2个字，这就显得更亲近。咱们今天很多复姓啊来自鲜卑，你比方说慕容、拓跋、长孙、独孤，哎，这些呢往往都是鲜卑族改姓之后啊最常使用的。那么我刚才说这些呢，还是通过文化转变鲜卑人习俗。最后一项就更绝了，拓跋宏开始实施胡汉通婚，就把血统彻底混在一块儿，到最后你也别分是谁是鲜卑族谁是汉族了。所以后来咱们看呢，像这个唐朝啊，像李渊和李世民呢，他是血统里头都有鲜卑血统。咱都知道长孙皇后了，什么独孤皇后了，这个那，哎，李渊他的母亲，包括李世民的母亲什么的，都有鲜卑的血统。所以唐代的时候，你看少数民族当大官的不计其数。所以唐代为什么强大呀？这种血统混在一块儿啊，各民族都向着汉文化来，有强大向心力。汉文化的自信就是我把你同化了。所以正为如此呢，这个后来啊，很多鲜卑贵族啊，比较守旧的人呢，认为拓跋宏是鲜卑族千古罪人。当然，你这么融入之后，这鲜卑族被汉族也给同化了。你看现在我们一提鲜卑血统，但你找鲜卑族人找不着了。所以当然选择融入到汉族的不止鲜卑族一族，当时同为五胡的匈奴、羌、羯、氐也都全部或者大部分融合到汉族里。所以你说咱说匈奴也是咱们老祖宗，你就别说打匈奴打多痛快了，什么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自己一个老祖宗打败另一个老祖宗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是吧？所以这些呢都证明了中华民族在这个文化生命力上的强大之处，它可以消化同化这些入侵者。那强大的文化底蕴呢，正是中国能够几千年来一直延续到今的一个保障。你看4大文明古文明那仨都没了，只有中国绵延几千年下来了。就只要文化还在，中国就会一直传承下来。关于这一点很好解释了，之前很多人就争论一个问题，说元朝跟清朝它是少数民族啊，古代的少数民族入侵其实是彝族入侵，它应不应该算中国朝代？有人说元朝不能算中国朝代，清朝也不能算。当然这2个朝代非常特殊，
元朝和清朝可以说我们汉人政权呢就被彻底的被入侵者颠覆了，给打灭火了。所以单从血统上来说呀，汉人已经算亡国了。可是汉人的文化呢却从来没断绝过。而且元朝跟清朝呢正好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再次证实了中华文化存在的必然性。元朝夺取政权的时候呢，1276年，这宰相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自杀了。所以是说崖山之后无宋了，也没有汉朝了。这话呢有两重解释，一种是蒙古入侵，另外一种是那之后民族融合加剧了，纯正的汉文化血统南宋灭了，这个纯正的汉人血统也就没了，就都变成大伙事实上的混血了。那么元朝在夺得政权之后呢，始终坚持自己文化特点，他是极度排斥汉人文化的，甚至为了不被同化掉呢，刻意打压汉族，把这个人呢按种族划分等级，蒙古人是第一等的，色目人第二等。什么色目人？眼睛带色的，就西域那些什么哈萨克斯坦、波斯这些。第三等是汉人，就原来在蒙古统治区那些汉族人。最后一等是南人，就是侵略南宋这些汉族人被称为南人，最低级的。那可是就这样不遗余力的压迫，最后也没有扛住来自汉人文化的反扑。元朝存在了98年，短命的王朝就再一次被汉人的明朝取代。所以文化没有被消灭，那么元朝就理所应当的算作中国的朝代。到清朝充分吸取了元朝教训，清朝入关到建立政权，其实最大的功臣是摄政王多尔衮。就没有多尔衮的话，清朝下场比元朝好不到哪儿去。多尔衮在入关之后呢，每攻打一座城池时候都会下令，让自己的士兵不要盲目屠城啊、烧杀抢夺，要善待城中百姓。百姓如果不愿剃头的话，先别着忙，按原来的方式继续，生活也跟原来方式一样，慢慢再收拾。至于明朝的官员、守城的将士，他也很宽容。投降之后呢，你先担任这座城池的管理者，你只要没什么不忠啊这些念头啊，就可以享受原有待遇。所以说很多这个守城的官员就因为他这一条政策主动投降。多尔衮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大部分城池。那清朝建立之后呢，多尔衮宣布全国实行原来的制度，对于一些跟满族制度有冲突的地方呢，也尽可能在不干扰原来制度基础上进行微调。就这样呢，汉人很快接纳了清朝政权的统治。到康熙的时候呢，更加推广汉文化，而且重用汉臣，认为自己虽然是满人，但完全可以吸纳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所以后来呢，清朝统治下的汉族百姓也就认可满族是中华大家庭一员。到现在咱们说满族人跟汉族人有区别吗？完全被同化了，很多是满中有汉，汉中有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咱们纵观整个世界历史，面对侵略者，非但能够保全自己，还能够做到以文化实现反向吞并，除了中国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得到。而中华文化这种强大的同化底蕴，消化入侵者的这种能力，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国家一直视我们为威胁存在的一个原因。所以你想，别人都这么忌惮我们，我们是不是得好好挖掘一下中华文化这种强大的底蕴在哪儿呢？所以我想这也是现代中国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期话题，大义灭亲很纠结。什么叫大义灭亲？咱们应该都知道，就是为了天下道义、法律公理，帮助公正的一方去消灭自己至亲的人。那关于大义灭亲呢，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两难选择、很纠结的话题，不仅仅是今天的法律。你比方说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这个成语就跟大义灭亲有关系。说这叶公呢，是个能人，他本身呢姓芈，就《芈月传》里头芈月的芈，这是当时楚国的国姓。他是姓芈，神隐氏，叫朱良，字子高。因为他的封地在叶邑，就是现在河南叶县城南那一块，所以呢自称叶公。从此呢子孙也都改姓叶了，这就是叶这个姓的由来。他是春秋末期楚国著名的军事政治家，最高担任过楚国的宰相。那叶公这么一个能人呢，孔子就很向往。周游列国到了楚国呢，他特意到叶邑来拜见叶公，希望呢能跟他联系联系，得到重用。因为孔子周游列国其实就是想当官。
所以《论语》里有句话嘛，叫子3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宰之。就孔夫子要是3天左右没有哪国君主赏识他，则惶惶如也，那就担心的不行了，出疆必宰之，就离开国门或者离开家门，一定带上给国君的礼物。你看这孔子也是个官迷，所以他拜访叶公呢，是希望叶公能重用他。结果俩人一聊呢，叶公是法学家，孔子是儒学家，俩人三观不一样，没聊几句呢就争论起来了。争论什么事呢？叶公说了个故事，说我们这儿有这么爷俩，这当爹的呢偷了一只羊，被他儿子给举报了。哎，这真是大义灭亲，真是义举。孔子一听不乐意了，说咱们两人对这个义的理解不一样。在我们这儿父亲偷了羊，作为儿子呢，应该是帮忙隐瞒才对。那是你爹呀，你哪能做危害你爹的事呢？这就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相隐，这才是义举。叶公一听不乐意了，说你这包庇罪犯怎么能叫义举呢？这话不投机半句多，得您哪儿来哪儿回去吧，我不留你了。你看送客了。这孔子肯定不高兴啊，他的徒弟也不高兴了，说咱们老师这么一大圣人，你怎么说撵就撵呢？哎，就对着叶公恨上了。那个时候叶公呢正兴修水利，他喜欢把自己的水利工程比作龙确实是那个穿的戴的呀用的这叶公这些身边这些东西都画着龙，所以呢孔夫子的徒弟就编了一个叶公好龙这么故事来糟蹋他。所以就是因为在大义灭亲这个事上，叶公跟孔子政见不一致，所以才有了叶公好龙这典故。所以你看呢，关于大义灭亲在春秋时代就有争议，就很纠结。事实上这个争议一直没有停息，到底该不该大义灭亲，大义灭亲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存在，这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一部纠结史。咱们先说大义灭亲最早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姓石，叫石阙，这是姓石这个姓的老祖宗。这个石阙呢是春秋时期魏国的大夫，他儿子叫石厚。这个石厚呢和当时韦庄公最宠爱的小儿子周须，俩人感情好，一起玩到大。但是周须不是什么好鸟，仗着父母的宠爱一天呢撩猫逗狗的，无恶不作，就是个纨绔子弟，老百姓对他很有怨言。这个石阙管不管呢？他管，他把他儿子石厚给打了50大板，关了禁闭。就说你跟这么个浪荡子弟在一块玩，你还总给他出馊主意，你今后不准跟这个周须在一块。但是没关注，这石厚偷偷跳墙出去了，干脆不回家了，就跟这周须住在一块。这时候石阙呢又去劝谏韦庄公，说你要是真爱周须，你就不能这么宠爱他，你整着他一身坏毛病，你这么宠他，他又不是大儿子，将来你不能立他当太子，他能受了这落伤吗？就容易出事。可惜呢韦庄公也不听他的，这么一来呢石阙也没招了，只能由着这俩人去了。后来呢这个韦庄公去世了，按照常理呢长子继位，就是韦恒公。这个周须果然不乐意了，说当初父亲最喜欢我呀，凭什么你比我大你来继位，应该我继位。他就起了不臣之心，就跟自己的好哥们石厚两个人商量，搞了一场鸿门宴，说我请我哥哥韦恒公来吃饭，你呢带着500个士兵在旁边埋伏着，我先动手，我不成功你带着500士兵再上。就这么到了宴会那天了，这韦恒公也挺高兴，说你看我弟弟长大知道请哥哥吃饭了，吃得挺开心。正吃着呢，这周须把酒杯摔地上，咱都知道这常见的以摔杯为号。韦恒公不知道咋回事，还转身打算叫底下的仆人那给我弟弟换个酒杯。这周须趁他转身的功夫跳到他身后，拔刀就刺，把这个韦恒公给杀了，自立为国君了。那么当上国君之后呢，这个周须没长进，还是那德行。结果这回他搞大了，不是跟这个国家打仗，就跟那国家动，老百姓对他更不满了。那怎么办呢？这周须就找石厚商量，铁哥们嘛，这石厚给他出主意，说我老爹石阙在韦国特别有威望，咱们要能把他从家里请出来给你压场子，这肯定没问题。这么的石厚就回去游说他父亲石阙。他开始以为自个儿爹得骂自个儿了，没想到这石阙挺和蔼，说我就是去想让老百姓都服这周须也很困难。现在周须的问题呢，是他继位继得名不正言不顺，
儿子你还不知道吗？他等于是篡位呀。这个他要想名正言顺，就得当今周天子能承认他地位，得找周天子去，那就没问题了。那怎么能搞定周天子？这么的，你呀，到陈国找我的好朋友陈恒公，他是周天子身边红人，你找他帮忙，这事儿准成。哎，这前脚呢，石厚听了这主意，跟周须两个人美滋滋到陈国找陈恒公去。后脚呢，石错写了一封血书，把这周须、石厚两个人恶行全写下来，说他俩作恶多端，谋朝篡位，让陈恒公一定把两个人制服拿下，为前国军报仇。这陈恒公确实做到了，把两人给压住了。那怎么处理呢？犯难了。说这个石厚毕竟是石阙的亲儿子，而这事又石阙委托的，这我怎么处理石厚？干脆人在我这儿，通知石阙，说这老哥哥你呀自个儿派人来处理吧。当时呢，在韦国很多人都劝石阙说你拉倒吧，这个事儿啊收拾周须就完了，你儿子从头到尾都帮闲呢，他也不真正做主啊，杀了周须就得了。石阙急眼了，说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我会偏袒自己儿子？谁都知道周须能做出这么些大逆不道的事，多半部分是我那儿子给出的主意。不行，这石厚罪有应得，绝不能轻饶。这么着呢，石阙就派人到陈国，把周须跟石厚都给杀了。另外呢，他又打发人呢，把韦恒公的弟弟公子晋接回来，继位国君，这就后来的韦宣公。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义灭亲有记载的故事。你看，面对儿子犯法，这个石阙能这么狠心，这可真不容易。但是关于这件事呢，就存在着争议了。第一个，作为父亲，面对犯罪的儿子，你揭发检举都行，是不是你要亲自执行，自己下命令把自己儿子弄死呢？就把亲人弄死呢？那么这个争议一直到后世都存在。南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件事，抗金名将岳飞，他手底下有个青年精英，一个叫曹宁的小将，身手不凡，作战勇猛，最后让岳飞给逼得自杀了。为啥呢？就因为他大义灭亲了。这个曹宁的父亲叫曹荣，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宋金两国交战的时候呢，曹荣就觉得金国太强悍了，这兵强马壮，势不可当，大宋早晚得玩玩。所以呢，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识时务为俊杰，转身投降大清。这个应该比石厚那个罪大多了，毕竟石厚帮着周须啊，这周须也是魏庄公的亲儿子，这顶多算内斗。曹荣在当时来说，这就投敌叛国了。那么曹荣投奔金国，他儿子曹宁却是有骨气的，自个儿偷摸回到南宋，就投奔到岳飞手底下了。没多久呢，这曹荣得到消息，说自个儿儿子呀站到自个儿那对立面了，这怎么跟他金国这新主子交代呢？他就自告奋勇，说我呀到两军阵前劝降我儿子去。结果这父子俩就在阵前呢，你劝我，我劝你，谁也没劝到谁。曹宁一生气呀，提枪拍马，一枪就把自个儿父亲给挑死了，然后吩咐军士抬着尸首回营，进帐交令。这么说，曹宁呢杀死自个儿父亲，这也算大义灭亲了。尤其是宋金交锋两军阵前呢，这算得上为了民族大义啊。照理说，这岳飞呢应该提倡这个，但是我们说这是岳飞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岳飞知道了，勃然大怒，对着曹宁破口大骂，说你父亲既然不肯归顺大宋，那你就回来得了，我自然会派别人去降服他。他不听，我派人杀他，这些和你没有关系，你怎么能以下犯上呢？你的命谁给的？那不是你爸爸给你的吗？哪有儿子杀父亲道理？这不是人伦大变吗？你这么不讲人情人性、凶残的人，我是不敢留你了。你赶紧给我走人，你二哪去哪去？这一番话把曹宁说的无地自容，自己觉得确实大逆不道，被岳飞撵出门来，他一时没想开，拔出佩刀自刎而死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岳飞的观点，亲人犯罪没必要你亲自动手。那反过来说，石阙他就不能在迎回魏宣公之后把儿子交给魏宣公处理吗？一定要亲自派人诛杀吗？你说他到底是为了真正的大义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呢？就像我们前面讲过，史可法带着整个扬州80万人，最后这80万人片甲不留都死了，他到底是为了大明江山，还是为了自己所谓的虚名呢？
他完全可以放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自个儿死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个事情存在争议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涉及到人性伦理和法律之间的冲突。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涉及到的这个问题就更具备广泛性，因为很多大义灭亲的人呢，他是没有亲自动手去诛杀自己亲人的这个条件的。而第二点就不同了，就亲人犯罪，你到底要不要包庇？这点孟子有过探讨。孟子探讨的呢不是史实，是假设。他就说上古尧舜禹的时候，这个舜呢，在做天子之前生活很不幸，亲娘去世了，后娘呢又很恶毒。这亲爹呢就喜欢后娘和后娘的儿子，他后娘的儿子叫象。说这个呢，他们这仨人合起伙来，看不上舜，想置舜于死地。你比方说舜要打井，这仨人往下面扔土，想把他活埋。这舜很聪明，他自个儿挖个地道跑了。他上屋顶修粮仓，这仨人就在底下点火，想把他烧死。这舜呢拿2只斗笠当降落伞跳下来了。照理说，这个你亲爹、你后娘和你这个带过来的这个弟弟，仨人合伙算计你。但是呢，这舜呢对父母依然很孝顺，对弟弟依然很慈爱。这时候有人就问孟子了，说舜当了天子之后啊，如果他的父亲杀人犯法了，舜该怎么做？孟子说抓起就行了。你看，孟子没说杀，是说抓，就按法律来。这时候问的人就说舜能让人把他父亲抓起来吗？孟子说怎么就不能呢？当时舜时候的大法官高尧是他亲自任命的，舜作为天子，既然任命高尧执法，就不能干扰他执法。这别人就接着问了，说那接下来呢？就舜作为孝子，当了天子就能大义灭亲吗？这时候孟子做了个假设，说舜可能会放弃天子之位，偷偷背着他父亲跑了，然后回老家了。你看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就说孟子观点是什么呢？就舜作为天子，惩罚罪犯是他的职责，但是作为儿子，保护父亲也是他的义务。这种父子亲情不应该因为父亲犯罪就终止了。所以作为一个单纯的儿子来说呢，应该包庇父亲，这是亲情人伦。那这一点你想想，在现代社会这争议就很大，古代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咱们刚才说这2点争议，第一个是不是亲自处理亲人？前几年就有一个新闻说，弟弟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的费用啊，而偷了自个儿室友4万块钱，而哥哥作为知情人呢，必须配合警察作证，并且在警方动员下呢，哥哥还亲自把弟弟给骗出来，然后用埋伏的警察把弟弟抓获。这就是法律要求亲人必须大义灭亲，亲自作证，甚至亲自动手去处理自己亲人。这个新闻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网友都谴责这哥哥太过冷血。所以在2012年的3月25号呢，11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规定近亲亲属，就是非常近的亲属，可以拒绝作证。这个规定除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众利益的案件外呢，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的权利，有这权拒绝作证。但是近亲属呢，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所以这也算现代法律呢对人性的一个完善。那么这一点就是亲自处理、亲自出庭作证，这个倒是有这规定了。但是第二点呢，就更沉重了，就是亲属犯罪了，是不是要包庇？武汉市公安局1997年呢，对于抓捕越狱逃犯的调查有个资料，说 81.5% 的逃犯都被窝藏过。因为母亲呢，因为藏匿自己犯罪的儿子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呢，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说我能藏一天算一天，我尽一尽做母亲的义务吧。你看，中国其实是个很重视亲情伦理的国家，面对犯罪的儿子呢，也恐怕很少会有母亲呢会保持理智，不去做窝藏包庇的事情。那么如何处理这种人情与法律的冲突，恐怕我们还得经过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咱们得相信，趋于完美的法律会越来越好的平衡两者关系，至少让这个社会在能够保证法律公理的前提下，能少一些大义灭亲的人伦悲剧。